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寶島台灣的歷史哥黎修。大家好，我是来自寶島台灣的黃世修。大家好，我是來自寶島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驍。但是現在我們三個人都在澳門半島啊，又是一個島，但是它是半島。歡迎收看視頻播客島連線，島。那我們這一次在澳門呢，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集結哦。澳門是整個這個當今中國在這個各個城市裡面，我想或者說整個華人城市裡面呢，目前人均收入最高的哦。這不管是海峽兩岸四地，或者是再加上新加坡，因为我們這樣看的話，哦，它甚至是比新加坡還要再高的存在嘛。所以澳門的發展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當然，澳門發展的好，很多人歸功於它優異的制度嘛。這個一國兩制跟它在1999年回歸之前的葡澳政府其實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們就想啊，在澳門我們談啥呢？澳門發展那麼迅速，首先第一個民生基礎設施要很多，因為澳門最厲害就是五光十色，晚上亮得不得了，就用電很多。那我們就想說，那因為世修呢是電的專家，所以我們今天啊就來一個帶電的島系列啊，所以既然在澳門，我們就會從澳門這個角度來切入啊，就是說。這個電的發展啊，其實跟世界各國現在非常非常重視，尤其是中美大博弈的角度之下，還有台灣、韓國也捲入了這場電的競逐。為什麼？因為台灣、韓國是半導體、晶片的一個製造重鎮，那也是呢這個 AI 算力中心它的一些數據庫的一個重要的節點哦。因為以前來說的話，如果說到電，其實大家會討論的，比如說像是這個民生用電，或者說是這個工業用電。但是自從這個 AI 時代到來了之後，電這一件事情成了你能不能夠進入 AI 時代的一個，甚至我們說門檻或者敲門磚了，對吧？以前的話，可能你說沒電，那大家想到的可能是 OK。供電不穩啊，或者怎麼着？但是現在如果聊到一個地方缺電少電，大家會想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那你這個是不是下一步產業升級懸了？或者另外一個就是那是不是你這個之前你這個整個的電力的基礎設施沒有太做好，對吧？但是啊，我這確實是我也是久有耳聞，就是啊，咱們這個寶島一方面啊走在 AI 時代的東風之上，我們是賣鏟子的，對吧？另外一方面呢，由於啊這個島不大，但是啊這裡面的妖魔鬼怪不少，導致呢這個電力居然成了一個問題，對吧？按理說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它在放眼全球，不管是在你說這個理所應當的這個政治環境中，還是你說在這個經濟發展的水平上面來說，台灣不應該是一個缺電的地方。因為你像在美國，它可能比如說叫資本先行，它可能是財團控制，但是其實由於台灣它也是這個經歷過像比如說非常以民生主義作為一種政策的意識形態的這樣的一個時代，所以說按理說它不應該缺電。對，是因為台灣畢竟我們早年在做這些基礎建設的時候我們其實還是挺社會主義的我們的油水電都是公營的。那當然近年因為民進黨執政的關係所以他們這一幫人就搞這個反對核能的這個政策，那導致了台灣在 AI 時代我們在電力跟算力之間我們反而落入了一個窘境就像剛剛王驍說的，人家其他地方都在做產業升級，都在做大量的 AI， 那甚至 NVIDIA 的黄仁勳也說了，電力就是算力因為你注意到現在不管任何的地方，他們在講 AI 模型的算力，他們的單位是什麼？是 megawatts 是電力的單位。所以為什麼這些 AI 的科技巨頭他們在談論算力的時候，他們直接用電力的單位，那就是因為算力就是電力，這兩個是等同的。那問題在於說，台灣當然有台積電然後富爾代工這些 AI 用的這些晶片等等的，當然是非常強的，但反而是島上的這些基礎設施卻因為民進黨的整個廢核的利益結構說真的，那有太多的走後門的利益輸送了，那都是幾千億台幣的生意所以說真的，我跟這些妖魔鬼怪也交手了十幾年了，斗爭了10幾年了他們太多的手段我大概一清二楚因為我在大陸我能夠關注到的其實就是能被報道到的新聞，就是相對來說說實話是比較荒唐的那一部分是会被放大吗？见效了，会被放大吗？我記得很清楚，其實
我在小的時候其實沒有聽說過台灣缺電，非常經典的一張照片，就是這個用愛發電那張照片出來以後，然後呢，慢慢的台灣開始出現缺電的新聞，其實就是福島那個事件前後，全球以政治為導向，導致產業上面缺電。我聽的2個比較重的地方，一個是歐洲，一個就是台灣地區的。对，就是這2個地方。最近這2年又很有意思，因為我還記得很清楚，去年大罷免的時候，第2輪罷免，其中他還塞了一個公投的內容，重啟或延役核三發電廠。我記得大家要求的是叫做要求重啟，但是後來這個賴老師前剛獨斷說，這個只是詢問一下大家意見，我要關還是要關？結果呢，今年我聽說怎麼他老人家又想要給他開了？對，怎麼这個我只知道歐洲的空調分左右，我沒有聽說過哦，原來台灣的這個電，甚至是這個賴老師的這個腦子，居然也可以左右橫跳這麼的激烈。這個我們必須說啊，賴桑這個峰回路轉了，當初我也有點意外啊，跟各位科普一下這個背景啊。那台灣呢？在2016年蔡英文掌權之後，他就全面推行了這個非核家園的政策。那他在我們的電業法，就是電力事業的這個法裡面啊，就塞了一條，就所有的核電設施啊，必須在2025年以前全部停止啊。那俗稱就是非核家園條款啊。那到了2018年的時候，那由在下我呢發起了一個公民投票啊。那最後呢，是全台的民眾用壓倒性的多數選擇了廢除這一條法律啊，所以我們等於是否定了非核家園的法律，那連帶的是不是也等於否定了這條法律背後的政策呢？是的，對不對？好。但是在2019年的時候，蔡英文政府就說：“哎呀，我們重新盤點、歸零思考，發現這個核電還是不能用哦，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法源依據，但是政策繼續做的一個非核家園。”經典名言啊，就是說啊，廢除法條不代表廢除目標。哎，對哦，反正就是背後牽涉到了幾千億的利益嘛。如果不能依法行事，就依旨行事。哎，對，所以畢竟背後牽涉到了太龐大的利益嘛。那後來一直到2019年的時候啊，當時我們就發起了第2次的公民投票啊。那我們這一次的標的呢是重新啟動第4核能發電廠啊，俗稱的核4啊。但是呢，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啊非常害怕公投啊，他覺得公投會影響選舉啊，所以他們在立法院呢緊急的修法，1天之內臨時會1讀、2讀、3讀，直接通過了公投不能跟大學合併舉行，拆開來。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台灣立法院的立法效率這麼的高，1天之內1、2、3讀，太神奇了啊！那後來呢，就我們這個核4公投呢也聯署成功了，也成案了，但是突然要啪被丟到2年後2021年才能夠投票啊。那後來2021年呢，那時候還有包括國民黨提的這個反萊豬啊，就是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這個豬肉啊，我們反對吃這個美國來的萊豬，還有包括藻礁，對，那個包括因為當時民進黨要在桃園這個地方蓋天然氣接收站，這個其實跟核電也有關係，也是有直接的關係的。因為它的非核家園的其中一個騙人的幌子就是說，沒有核電，我們依然有綠電。沒有綠電，至少我們可以先有灰電。什麼是灰電？就是說我燒，但是呢，它沒有產生那麼多二氧化碳，就天然氣。所以它擴建天然氣的接收站，因為我們知道天然氣那個氣船是專歸專用嘛，那 LNG 船它進來，它那個要專用碼頭才能收，所以它一定要有個接收站。接收站旁邊也有這個氣槽。所以就當時他們就把那個環保的這個那裡一個是藻礁，就是1000年以上的這些生態它堆積非常慢。對，但是他就把它毀掉了啊，說要來蓋這個天然氣的這個接收站。就民進黨打環保起家，結果他對這個藻礁是深重的說，藻礁壞一點是沒有關係的。好，所以呢，還有另外一案呢，也是由國民黨提出的啊，就是公投要恢復合併大選。2021年呢，總共有4個案子，反萊豬、公投綁大選、藻礁跟我們的重啟核4。
但是無奈因為這4個公投呢被脫鈎大選了，分開舉行的。那台灣人呢，還是比較習慣對人的投票，而不是對事的投票。所以你一旦跟大選分開，那這個投票率，我記得當年吧，投票率應該是40%。那根據我們這些民調的調查分析，政黨交叉啊，因為早教不能去拜票是吧？一方面是因為第二個是因為你鐵藍跟鐵綠加起來大概就38%，我記得其中一份民調，也就是說，在2021年的這個公投啊，只有2%的中間選民出門投票。那請問這個投票有什麼意義呢？就失去了它的民主的意義了就是一個隔離的一個只讓少數人的意識。然後那時候加上這個蔡英文民進黨这個用全力的動員鋪天蓋地，那個預算又不知道花了幾億的資源來狂打這個在野黨。我還記得蘇貞昌口號：“4個不容易，台灣真有力。”所以呢，我記得姑且不論我們核四在當時其實說真的比較爭議啦。我們當時的民調大概是55%對反對的大概40%左右因為少數的人不表態。可是反萊豬那個支持的民調大概是高達70%甚至80%。但是呢，因為我們台灣的公投法律規定你不是只有簡單多數，你要過一個門檻就是你的總投票權人的25%。可是總投票權人在台灣有2000萬，可是呢歷屆的選舉大概投票率呢是60%左右。也就是說，在台灣這個島上，每一次投票大概就是可能1200萬、1300萬人會投。可是呢，我們在公民投票的门檻，同意票就是你要投票，而且你要投支持同意這個題目，必須要過大概500多萬的門檻。所以就很吊詭啦，就是明明像反萊豬這種東西，支持率是80%，接近80%，但是因為投票率不夠所以呢，而且不同意票被吹出來了，反而更多了。所以當年4大公投是全军覆沒。好啦，那時候蔡英文政府跟民進黨又可以坐享廢核的龐大利益。我想先這個插一句，就是因為你一直在強調，就是說它廢除核電站有龐大的利益，是這個我其實沒有太聽明白。按理說，在我想象裡面，你應該是搞建設會有龐大的利益。是，他們也搞建設他們就是把核電站給廢了那這一塊不就出現了電力缺口嗎？對，他們當時就說，我們要靠風力發電太陽光電，要靠這些綠色的再生能源就能夠填補這個缺口了但是我們學物理的，我們都知道，就算你不是學物理的，你但凡小學有畢業我問各位觀眾朋友，沒風沒光還有電嗎？對不對？如果你今天用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你沒風沒光的時候還能發電嗎？每天太陽總會下山吧？請問晚上有太陽光電嗎？沒有。但是台灣我們缺電是因為我們吹冷氣是夏天，可是台灣的夏天是沒什麼風的。所以我們反而在最缺電的時候，我們的風力發電機也發不出電。台灣是這個春秋兩季風會比較強，冬季會強一點是東北季風，但夏季反而是無風。所以呢，民進黨就跟全民說：“你看，我們就是要發展這個綠色的再生能源。”好，結果呢，他們就發了非常龐大的標案跟建設，到處鋪天蓋地的去比如說這個鋪光電板比如說把你的農田、把你的水庫甚至您爺爺的墳墓都鏟平了，鋪光電板。我沒有誇飾，是真的。他們因為當土地比較寸土寸金嘛他們去做了很多撿骨的工作。對，原本這種像我們叫亂葬崗，台灣那個傳統說法叫做這個夜總會。對，就是很多這個。閩南話裡面叫蒙阿波啦，就是木材埔，就是到處都是。然後他們就說用很多富裕計劃，強迫撿骨嘛。撿起來之後呢，有些也是沒有人收納的異骨，他們還去建那個就是靈骨塔去把它收納。收納完之後呢，看起來是一個公園，然後呢就鋪光電板。對，好，但是還是好的。還有就直接鋪的，也沒在管你。對，當時這個新聞報道最引發民怨的一個案例當時是在屏東因為當時屏東縣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那他們就接收到這個來自於行政院的指令，說要找一塊比較大的地來鋪這個光電板所以原本呢有一塊地是要種樹造林的，那他們突然就一紙公文說這個林相不佳，林相不佳，那你可以請這些什麼森林學系的專家去評估樹種重新種嘛，對不對看要怎麼把這個森林給種好嘛。
林相不佳，全部砍掉，砍樹種，然後呢也不種樹了，而且鋪光電板。那台灣人就看到，不是，你这个邏輯轉得太硬了吧？就林相不佳，一紙公文就把全部樹砍掉了，反而鋪光電板。原本這個再生能源給人的印象應該是綠色的、環保的、生態的，你怎麼反而去破壞生態了呢？原來林相不佳不加在這個它不能發電。對啊。那所以呢，就從這個新聞開始啊，陸陸續續在全台各地啊，飄高一些鄉下也傳出一些，你不要以為光電板真的環保啊。光電板是不是也算是這個電子製成的電子產業？對，他們一樣有這些什麼晶圓啊、10顆的廢化學溶液啊，有毒的那種黑色的那種飛砂漿啊，對不對？非常毒。對，在台灣這些廢砂漿跟有毒廢氣就被胡亂的傾倒在鄉下。所以在那幾年大概每一年陸續都會有幾則的新聞傳出說可能在中南部的某個地方被發現了好多的這些黑色有毒的這些廢棄物質就被胡亂的傾倒所以呢，漸漸台灣的民眾就開始覺得說，我們想象中的那個環保的再生能源、綠色的再生能源，它真綠嗎？還是它帶着血呢？對不對？那更何況是像剛剛提到的這個，包括你要蓋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是不穩定的啊，所以你必須要天然氣去調度啊，風光沒電的時候，天然氣就要升上來啊。那天然氣的用量大了，你就要在桃園蓋這個接收站啊，就挖掉了1000年的藻礁。對，所以那一次就是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啊。所以後來就連帶的發生了2018年的我們以核養綠公投，跟2021年的這個藻礁公投跟核四公投但無奈的就一個成功，可是民進黨不傻你一個失敗了，因為投票率不夠好，那沒關係，時光飛逝到了2025年那由民眾黨發起了一個核三公投它的標的就是說，我們既然核能發電廠第3核能發電廠才剛剛停機，那為何不馬上就啟用呢？你看美國，看日本，尤其是美國有非常多可能機組運轉了40年以上要延役到60年，甚至延役到80年因為大家可能有一個迷思就想說，這個核電廠這麼老了，超過40年了，這個老爺車還跑得動嗎？會不會開一開就出問題了呢？可是這個核工專家當時就出來解釋因為台灣的這個核能法規是照着美國的來訂定的。美國當年為什麼會定這40年這個期限呢？跟安全沒有關係，是反托拉斯反壟斷法才定了這個執照40年。可是執照到期了，如果你整個系統零件都是良好的，那我就延役10年、延役20年，甚至延役40年。那就像說，比如說你今天開一台車那一台車你駕駛人有駕照，車輛有行照，你的行照過期了，你應該去監理所、監理機關辦理換發這個車輛。當然，你車輛要做這個零件的安全檢查那這個監理所發現說，你這個都有在定期的保養維修這個車況是安全的那我就會發給你新的行照。那這台車即便開了20年、30年，只要它保養得宜，這個老爺車仍然是安全的所以呢，但是在台灣就是因為民進黨那時候拼命的煽動洗腦，就說這個核電廠老舊40年到了就不行啦。我當時候在辯論的時候我就說了，這就像是一個人比如說你活到了60歲60歲可能有人退休了，有人還在工作那有人的身體健康確實不好，可是有些人也是保養非常得宜的老當益壯但是呢，他就通通說不行，你到了60歲了你就是快死了。你不可以再出門了，你就是躺在安寧病房了。我說不是，我有運動鍛鍊，我老當益壯。你看我這個肌肉比你這個年輕小伙還要用了。怎麼回事？我不要抓我就被抓到安寧病房去了就準備等死了。我就覺得這什麼奇怪的這個譬喻然後我就說沒辦法，我們的世道就是那麼荒唐那2025年的這個核三公投呢但我們也必須說很遺憾的，因為脫鈎了大選單獨舉行。我們在同意率上將近80%，對，但是在絕對的這個換算的門檻，還是沒過，差了一點點。好，那我們本來以為說，好吧，我們就只是試試看吧，至少我們在民意上證明的是壓倒性的多數，只是因為投票率不夠。尤其那一次是連南部的民進黨執政的，比如說台南、高雄跟屏東市，
同意核三的也是多數。那用電這個事情，它不是關係到大家切身的生活的嗎？是，但是我覺得家裡面停了一次電的人，應該就會有想法。就是如果說你今天做這個民意調查，是涵蓋這個全台各個縣市的那我們根據統計抽樣的核電的支持率大概都穩定的保持在60%以上甚至高達70%可是呢，因為民進黨他就設計這個制度嘛，就是說你公投是獨立舉行的所以呢，有些人就覺得說這個是那我不用特地出门吧？对，我支持但是我就覺得沒必要特地出门吧。有一點脫歐的味道，对，多數人認為不該脫歐，但是不去投票。但脫歐派覺得反正就不會脫歐嘛，對，所以我幹嘛投票？就是英國當時多數人認為應該留歐，不要脫歐，但是呢，留歐派覺得反正我穩了嘛，所以就沒去投票，就被脫歐派投倒。對，你反而讓少數人去推翻了多數的民意，這就是一個制度的陷阱因為他們先破壞了制度。不過那一次其實投票冲那麼高也相當意外，因為他單獨去舉辦，他雖然是跟罷免綁一起，但罷免終究不是投票。尤其第二輪的那個罷免只剩少數幾個縣市了，那一次說真的只差一點就達過門檻說真的也震驚到民進黨，尤其是我剛剛說的原本民進黨執政的那幾個深綠的縣市，台南、高雄、屏東也翻了，在核電這一題也翻了，所以據我所知民進黨內部是相當的動盪但是我們做在野黨我們就覺得說，那反正沒過就沒過嘛，也沒有強制的效力嘛。如果這個公投案過了，那這個賴桑可以說，這個是畢竟法律強制的效力我心不甘情不願，但是我還只能重啟了，至少我對黨內有交代嘛。但是沒有想到，公投結束後不久，賴桑就親自的親口說，我們會來評估核三的重啟。這不是我逼你了我沒有逼，我們沒有強制力我們沒有通過。說真的，我們沒有強制力，但是他竟然主動的說要。那當然，這個補充一下這個背景據我理解這個賴清德本人是不反核電的，但是因為他長期在蔡英文旁邊嘛，那蔡英文跟他這個龐大的這個利益集團是反對的。賴清德其實不反對尤其他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那個2017年、18年的時候。他其實脫口說出如果以空污為考量，核電是最好的能源。你想想看，如果一個基本教義派，他就是覺得核電廠會爆炸、會死人的，那他無論如何他都不可能說出這句話。所以我們其實從18年左右吧，我們大概就發現說，其實賴清德個人立場不反，只是民進黨的這個非核家園的包袱。那後來到了2025年，竟然他又這個主動重啟，甚至2026年今年初的时候他突然在某一個產業的一個活動中他就脫口說出了我們同時也在評估核二廠的重啟。民進黨整個嚇到，因為賴清德之前沒有跟我們討論這件事情所以據說賴清德那一句話引起了非常大的震盪那這青鳥說沒接到旨意，沒接到旨意，怎麼回事？這我該怎麼噴不，核三廠當然您去年底您說了，好吧，那我們就低調做。不是，你怎麼突然又加碼了呢？那我們怎麼面對藍白呢？我們把藍白的核電永和幫罵成這個樣子，結果賴清德自己所以後來黨內緊急的溝通說拜託2026年我們要地方選舉，我們要選縣市長。那賴桑您這樣講，我們地方怎麼？領導你少說兩句。對，那領導你少說兩句吧，拜託。所以這幾個月以來這個賴領導就比較低調，就不談這一題了但是呢，沒關係，我們就知道 OK， 大家給個面子就繼續的推動這個程序今年呢，就是在前陣子這個藍白在立法院又通過了一次核電公投。那當然，這個反核方或是綠營就會質疑說，你們核電公投搞了幾次對不對搞了1次、2次、3次，哇，今天還要搞這個第4次你們有完沒完這個浪費公帑。但是我們說這個標的不一樣那一開始國民黨提的這個版本叫做你是否同意政府廢除廢核家園的能源政策，以確保國民健康、穩定供電、便宜電價、提升國防韌性跟支持人工智慧 AI 產業發展。那當然後來在立法院3讀投票前就修正了這個主文，就更加簡潔就說您是否支持政府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以廢除非核家園的能源政策。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我們的標的仍然是廢除非核家園的政策，不是法律不是法律因為立法院自己的職責就是修法跟立法所以我們的公投法規定立法院可以提公投案，可是你們提的公投案
不能是法律的創制複決，那個只有民間聯署才能發起。立法院提的只有是行政類的重大政策的公投案。所以呢，最近這幾天啊，我們看到反核方啊，突然跳出來說，這個違法，你們這個國民黨提的公投啊，是要法律複決。是要廢除掉環境基本法裡面這個非核家園啊，因為當年在陳水扁執政的時候啊，偷偷塞了一條，塞了那4個字，可那4個字沒有什麼意義啊，因為沒有期限啊，也沒有任何的執行方案，連法院判決都曾經寫過，基本法基本上沒有拘束力啊。但是呢，反核方就不管你們這一次哦，藍白搞這個2026年又一次核電公投，就是要廢除這個非核家園的環境基本法啊，所以呢，你們違法，立法院怎麼可以提法律複決公投啊？我說。拜託，而且那講那句話還是一個法律教授啊，叫林嘉禾啊，他常年就是深綠的，就是反核的啊。我說不是，您就算深綠，您就算反核，您不能把自己的法律專業，不，這也不是法律，這應該是中文字的閱讀能力吧？對不對？你不識字嗎？法律大教授，您不識字嗎？其實不是不识字，給的太多了。你說當年這個廢除非核的法律，那不是2026年，是我們2018年。是我小弟我領銜的那一個公投案才是廢除非核法律，但是我們公投通過了，好，法律那條法律啊，形式上廢除了，對啊，但是蔡英文說，但是我們政策要繼續做，對，所以這一次我們過了8年的時間，我們第4次核電公投，我們說的就是你政府要把非核的政策完全廢除。而且我不是说只有口頭上廢除，我還規定了手段，具體的說，你就是要使用核電，你要蓋新的核電機組。我這一次我也不跟你爭既有那些機組哦，比如說核3廠啊，那當然賴賞您自己就要重啟了啊，那我們給你拍拍手，樂見其成。核2廠你也在評估了啊，但是比較低調一點，我們也懂，我們就不談啊。那核4廠呢？那因為你們都是抹黑它，都是說它不安全會爆炸啊，沒關係哦。我們2021年投過了，但是因為你們這個技術性的干擾啊，沒關係，我們這次不爭那些舊的機組，我們直接跟你說，在既有的這個核4的廠區啊，蓋新的。你不管是要蓋這個大型的啊，比如說 AP1000啊，美國西屋公司的，或者蓋小型的 SMR 啊，能夠模組化串聯的，我們就在廠區蓋，先做一個示範的這個示範園區啊，做這個科技的試點啊，那未來可能5年後、10年後就可以推廣到各個工業區去啊，但是我們先試點嘛，對不對？好了，那我們這次的標的是要推翻非核政策，而且手段也非常的具體，就是要你蓋新的核電機組。那就是有一些不識字的法律大教授啊跳出來說啊，你們這個是法律複決啊，這個違法啊。好，沒關係，反正我們現在也出了立法院，然後現在交給這個中選會去審議啊。那希望能夠在年底的時候啊，合併這個地方選舉啊，一起投票。好，那我們有蠻大的信心的，因為只要你跟選舉合併舉行啊，大家民眾願意出門投票的時候呢，順便投一下公投，投票率啊只要拉到60%的這個水準啊，公投一定過。我說了嘛，這個核電的歷來的民調在近年啊都是70%甚至80%。是就問一下哦，這一次的主文，據我所知，你也有參與在草案的撰寫裡面。你們這一次是要對非核或反核方做決鬥嗎？我看這個條文很明確的，就是要跟他做一個決鬥，不是決鬥啊，是斬草除根。就是某種程度啊，我們也給賴清德一個下台階吧。當然，真正下台可能要等到2028啊。但是現在我們在核電這一題上呢，要給他一個解套，對不對？因為我們知道他個人是不反對的，但他受制於黨內的這個利益結構的包袱，所以呢，我們也給他一個民意的一個後盾，就說了，我們民意是強力支持你做這件事情的，我們強力支持你去挑戰、去推翻前朝蔡英文的這個政策，不要怕，勇敢做啊！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我們也在幫他解套，但沒關係，反正我們就是樂善好施。而且你們這個新的裡面說這個蓋新的機組，那也有很大的利益，你也可以給好朋友發標案了呀。对啊，我们是好朋友，一般是爸爸。我甚至我說真的，你只要願意蓋，你只要願意編預算啊，你說這個中間什麼的，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這個人沒那麼清高。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不會言，在 SMR 小型機組這件事情上呢，美國給了很大的壓力。
那各位知道前陣子台美貿易協定的條文裡面啊，其實美國人呢就已經也不只是暗示了，直接明示了啊，就是說如果台灣要採購任何的核子相關的設施設備啊，那必須要經由美國。那說穿了就是美國人給你一個暗示嘛，對不對？你說你買那些武器什麼的啊，但我說真的，那買武器就買武器啊，但是這些基礎設施的是不是更值得買？對不对？你花了幾千億，听起來比買武器靠譜。我觉得更靠譜、更實用啊。所以呢，我當時在理由書啊，我也加了好幾筆啊，就說，那你們這些反核方啊，這些反動分子啊，怎麼樣？你們是要跟美國對幹嗎？反美嗎？你反美嗎？對不對？太好了，反核就是反美啊，对，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大帽就是反川啊，我們就把这些大帽子呢，通通扣在民進黨跟這些側翼團體頭上，太爽了。這就是我的戰略啊！我說真的，我的戰略呢不搞陰的，我都是明着來啊，正面硬上啊，這就是我的風格，正面硬上。好，哎，最後這段實在是太逗了，反美就是反川，反川就是舔共。哎，對，哎，你們民進黨最喜歡罵人家舔共是不是？哎，你們破壞台灣的這個能源安全、國防安全了，哎，誰親共啊？所以現在反核人士等於中共同路人，沒錯。你們最喜歡的嘛，對不對？好，沒關係，你們通通承擔啊！我們現在是站在美國這一方啊，我們使用美國的核電設備，我們是美國強大的美國，對，非常好。那一天，我跟蕭哥在聊天的時候，他就跟我提了一個問題，他就說啊，這民進黨也是真厲害，這什麼一聲令下，突然之間就換了腦袋啊！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原本推綠電的時候，我們台灣的民間俗諺叫做台電跌倒，雲豹吃飽。因為雲豹呢是民進黨扶植的綠電產業、綠電公司巨頭。跟各位解釋一下，雲豹能源呢其實是民進黨的相關產業之一啊。它是在2016年蔡英文掌權的那一年啊登記的公司。那當年登記呢，資本額只有1000萬台幣，說真的其實不大啊，不大。可是呢，他們就陸續幾年啊，透過這些綠電設施的大型公共工程的標案跟這些款項金流怎麼的，迅速的茁壯崛起，短短幾年之內就上櫃上市他們的資本額已經暴增到20幾億的新台幣，而且我說的是資本額，不是營業額，營業額做的都是幾百億、幾千億的大案子。當時的這個雲豹能源的董事長呢，叫賴勁麟啊。他是民進黨的前立委，那他的女兒呢叫賴品妤啊，他後來我記得在汐止區吧，有當過立委啊，當然其實也都是靠政治庇蔭啦，因為賴品妤呢，他也沒有什麼學歷，也沒有什麼知識跟工作能力，完全就是政二代的庇蔭。然後那時候民進党就推他去，當時其實算是黃國昌的選區嘛，那黃國昌後來就不選了啊，但是呢，民進黨就派賴品妤去趁虛而入啊，他後來也當了立委。那賴品妤當時在立法院當立委的時候呢，也是反正就是護航民進黨各式各樣的利益輸送的法案啊。然後呢，他家的這個雲豹能源就是賺得盆滿缽滿，對不對？那都是幾千億的這個生意嘛。好，所以剛剛歷史哥講這個台電跌倒，雲豹吃飽啊，就是因為台灣因為廢核的關係又缺電，而且每年呢要花幾千億新台幣呢去買化石燃料做火力發電。我們的台電跟中油就是負責買這些化石燃料的跟負責發電的這兩家公營的事業啊，其實已經破產了。我們前2年吧，其實在民進黨的英明領導之下，我們把2大的公營事業，一個管電的，一個管油的，都搞到破產了，很難想象，破產了，很難想象管民生領域的國企能破產，非常荒謬啊！那時候呢，行政院呢就說，我們要來增列預算來幫這2家公司增資以避免它破產倒閉所以呢就要求立法院呢多編了2000億跟3000億的這個預算就填補這個台電跟中油的財務黑洞好啦，後來也台電我記得那邊好像編了2000億吧。我們納稅錢出那中油那邊也增資所以呢，目前這2家公司是名義上沒有倒閉，但實質上已經破產過一次了而且不止後續這個卓榮泰領導的行政院還提出了第2次、第3次的這個台電撥補的增資又要開口要了1000億，又要開口要2000億我們之前已經撥了2000億、3000億了還要再第2個2000億、第3個2000億。
不斷的播去填這個黑洞。你這樣講錯了，民進黨的說法是。我是增資啊，我是增加資本額啊，投資啊。这你說你資不抵債，資不抵債當然增資啊，我哪有補錢，我哪有撒錢？是啊。增資之後，對不對？台電加計1000億的股份，對不對？我政府沒有虧錢了，1000億還在賬上啊，政府多了1000億的資產。對，在會計科目上那是資產，那不是負債。稅金轉成資產，不是完全沒有虧到嗎？是這樣的嗎？好，財會學魅力時刻。所以這非常的荒謬啊！就是我們明明就是一個公營的事業，竟然可以搞到破產。一個管電的，一個管油的，可以搞到破產。沒有，你無法想象這種東西可以虧錢。我相信全世界就中石油中石化，如果破產是什麼樣的概念？無法想象。它是一個特許壟斷的事業，竟然都能破產。我相信全世界，甚至是古今中外，應該沒有這樣的例子吧？我覺得這個大陸網友應該很震撼，就是中國電網加南方電網加中石油加中石化全面破產。就跟你說破產了哦，我們要用納稅金去補哦。無法想象，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是增資，對，是增資。但是我們就要問哈，那民進黨他們說啊，這個跟核電沒關係啊，是因為前幾年這個俄烏戰爭，這個天然氣買的比較貴所以這是暫時的波動我們就是增資度過這幾年的波動就沒事了那後來這個伊朗也打仗了油氣價格又起來大家不要擔心，這個是暫時的，不是。那我們就問，為什麼我們要買那麼多的油氣呢？我們為什麼要買那麼多的天然氣呢？不就是因為你先廢核了，你把核電廠都關機了，然後呢，把這個龐大的缺口用燃氣去補了，然後所以你每年要買幾千億的燃料，然後現在外國打仗遠在天邊，中東打仗烏克蘭打仗然後我們這邊莫名其妙就斷氣了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或是有錢買得到，那買得到還價格翻了2-3番。我就是，然後台電就破產了，中油就破產了。他現在還有一招，中油負責買氣買油，對吧？那燃料漲價怎麼辦？對，為了民生大業，中油你就凍漲吧。凍漲比如來生長還厲害，就直接凍漲。反正那個負債，反正就記在科目上這樣子，對，管他的反正總有一天記科目3嘛，跳一跳就算了。我整體聽下來，我就發現，其實這個就是取決於你到底是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民生課題，還是當成一個政治課題。其實不單單是台灣，你像當時那個德國其實也是有點激情反核的意思，就是它一下子全部都關掉。按理說，你如果在一個大陸人的理解上面來說的話，如果說我們要探討電的這個問題，甚至我們說你的目標是因為擔心發生福島那樣的事情，所以我們最終要逐步的排除掉核電，我們都能理解。然後理解的過程中呢，那好，那你怎麼做？你的目標如果是把核電給排除，那我們要用哪些東西來替代？我們先做建設，建設完了，然後呢，它這個電發出来了，而且是成功的，我這一部分搞定了，这部分再關，我就搞出來一塊，關掉一塊。這個其實是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啊？你今天不管是修路還是蓋屋子，都是啊，對不對？我這條大馬路要改建，我當然有另闢一個交通通道嘛。但他現在不是，我就先把這條路給斷了先把房屋給拆了。對房屋給拆了，你也沒得住了。我們正在蓋房屋，你很快就有得住了。就是這個事兒，我聽下來是非常莫名其妙的。然後另外一個核電，我們不能說它絕對安全或者絕對不安全。這個其實是一個技術性的討論，但是我覺得把核電給妖魔化到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這個事情反而本身我覺得更令人覺得是一個荒唐的事情。我必須說啊，你說民進黨的這些支持者，或者說民進黨這些官員啊，他們真正反核電嗎？我覺得倒也不至於啊，因為過去因為我跟這些妖魔鬼怪交手了10幾年啊，一開始我在推動這個運動的時候啊，我也認為說，對手應該是他真心相信核電廠會爆炸，所以他真的覺得他們的反核運動是在拯救台灣，在保護家人的安全。可是我跟他們交手很多年之後，我發現事情不是這樣子啊。因為像比如說最有名的，他們最大的這個反核團體啊，他們曾經出了一份報告，然後呢，他們就說啊，這個核四廠如果要重啟要多花1兆多元的這個新台幣，好貴啊，會把你的荷包都燒光啊！那結果呢，我們就去看那份報告然後發現不是，你們好像沒有把核四能發的電算進去核四1年發200億度，40年不延役，40年就能發8000億。
那你那個1兆多是把那個40年的總營運成本都算進來了，而且還包含了核廢料處理跟核電廠的除役，所以反而是反核團體那個報告證明了，第一，核電真的安全；第二，核電真的便宜。OK， 好，那這個已經是2013年的事情了，好，所以我就跟他們交手到了現在10幾年後的今天。第二個關鍵是2016年蔡英文掌權，而且是全面的掌權。行政院、立法院，尤其立法院也是民進黨絕對多數。照理來說，如果你們認為核電站是炸彈，隨時會爆炸，那為了安全，應該立刻關掉啊！哪怕缺電，我們都牙一咬，都不能夠允許炸彈的持續存在。但沒有，蔡英文完全執政了8年，8年之間從來沒有提前關閉他們口中的炸彈。而且他們說的炸彈是像核彈一樣，但核電廠不是核彈，對不對？那濃度完全不一樣，違反物理原理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你們口中的炸彈隨時會爆，可是你們竟然容忍它的8年不關。你要讓它變成一個核彈，這得是你要主動的去搞多大的破壞呀？对啊，而且其實他們最妖魔化的是說，世界3大核電廠核災包含這個車諾比，對，車諾比是烏克蘭嘛，然後三里島是美國嘛，福島是日本嘛，都是人為失誤。對，而且這3個國家都使用大量的核電比例，在核災發生後仍然大量的使用核電，所以我們就覺得說很奇怪啊，這個其他地方發生過核災的這些國家，他們都繼續大量的用核電，他們沒有在怕，因為他們說那個都其實是可以避免的風險，他們經過非常非常多的檢討，非常安全了。結果台灣我們一個小小的地方，反而跟人家跟風反核，然後再加上我剛剛講的，其實他們知道核電是安全，所以我必須說，我跟這些妖魔鬼怪交手10幾年啊，我有時候我都覺得說，我們政治立場可以不同，這是藍，這是綠，這是白都行，我們各自的政治立場我們都尊重。但是你對你的信仰，你總不能欺騙吧？你是一種自我欺騙，你們根本就不相信你們口中說的事情。我最恨這種虛偽。所以其實反核運動到後來啊，我跟他們交手，我也發現了，他們都是為了利益。人為財死，誰不為自己的利益呢？可是你去爭這些利益，你的代價是別人去扛，是我們老百姓犧牲了健康，犧牲了生命啊，去燒炭，去吸空污。缺電或是經濟衰落，跟不上世界潮流，是我們這些平民老百姓付出了龐大的代價，甚至是生命的代價，造就你們的雲豹能源，造就你們廢核賺了幾千億、上兆元的這個產業，都是你們自己人走後門拿到的金錢利益。那這就是一種邪惡啊！所以我們在2018年、2021年、2025年到今年2026年，對第4次的核電公投，有時候我也必須問。對啊，我們幹嘛沒事搞這麼多次核電公投？因為你民進黨執政不作為嘛。那我們當然只能民間自救嘛。但是我說實話，你像你第1次其實投就投過了呀。是啊，你第1次投就已經把那個非核家園給反掉了。他就是玩弄的文字遊戲嘛。所以我覺得那一直走這條路，其實你既努力又感覺很無力，反而不如挑撥綠營內部的這個政治鬥爭快啊！你在挑這個蔡英文的時候挑不動啊，然後現在賴上來了，反正賴這東西跟他來說沒有什麼利益相關。其實某種程度我們正在這麼做，我也不會演啊，我們就明言了。其實我們就在這樣做，我們真的就是鼓勵賴清德，你要勇於挑戰蔡英文，你不能自己掌權了，你永遠活在蔡英文的陰影之下，你過得多憋屈，對不对？沒關係。我們給你勇氣，我們給你力量，對，所以我真的幫他解套，像個爺們兒，像個爺們兒，好不好？对，是啊。為什麼大陸的老百姓對於核電它沒有這麼大的恐懼？我覺得幾點啊，我们也不諱言。我覺得第一點，首先大陸太大了，確實是不像你比如說什麼德國、日本或者像台灣地區，它大陸太大了，大到大家其實沒感覺。然後第二是什麼呢？電這個事情在大陸，它沒有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就大家沒有把這個當做一個利益集團去炒。你如果是說那種一些小的發電站，可能是私人承包的，那種可能是能賺錢，但是呢，它屬於叫做你整個國家計劃裡面的非常非常小的一種，叫做你可以理解為小螺絲釘、插件那種東西呢，你個人承包了，也不代表你能變成財閥。你可能在當地你會掙點錢，但是你最後要服從那個國家的整個任務。而核電站這一塊跟你私人利益就沒有關係，你就想都別想，它就是國家來。然後國家在做這些項目的時候，由於他擔心會引起民間輿論的
一種你說擔憂也好，什麼也好。所以大陸在很多事情上面，你會發現他在做建設的時候，第一既鋪得很廣，但是同時又非常保守。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個航太事業上面來說，其實大陸發射火箭或者說進行很多的試驗，在理論的建設上面是非常完善的，但是呢，很多時候它會再緩一點，再緩一點。比如說你像我今天看是已經實現了在陸地上回收火箭了，然後前段時間不是在那個海上回收火箭嘛，就是其實在論證上面都已經論證過了。可是呢，由于我們不希望說頻繁的實驗帶來比較多的失敗的案例，因為我們這都知道，你推動人類文明，你去搞建設，你去搞很多的實驗，它必然是會有失敗的。但是這些失敗呢，在某一些人的眼中，它會變成風涼話，或者在某一些的人眼中，它可能會變成擔心。所以我們也不希望有太多的擔心或者太多的風涼話。那麼呢，能保證安全變成了第一要務。所以很多的，比如說像在核電站工作的人，他們的房子是直接買在核電站所在的那個小城的，所以說這個就相當於是他們是第一責任人，而且他們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的這個確保性。其實在台灣早年是這樣做，對吧？但就一直到了就是近年吧，尤其是2011年福島事件啊，然後2016年民進黨掌權啊，就是這真的是他們去煽動輿論去奪權的關係。我說實在話，其實在2011年以前啊，就是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的年代啊，你剛剛說的這些，其實台灣也都是照做的，就是在核電站附近發展出整個小區，然後當地居民的，比如說日常的健康檢查、醫療費用甚至小孩教育上學的費用，都是由這個電力公司出的，所以就變成說了，這好好的這個公共建設、基礎建設這運行了幾十年尤其是台灣的既有的3座核電站就運轉了幾十年從來沒出過事。對。你說日本發生過核災，美國發生過核災，烏克蘭發生過核災，而且不止台灣核電站的那個營運安全績效在世界排名上是位列前茅的，對不對？我們甚至平均水準比日本、比美國還要高，所以這麼安全的核電的表現，然後當地的居民其實也都支持贊成，結果在10幾年前因為民進黨這種奪權去煽動，導致了反而是不住在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大力的反對尤其是我在分享一個很弔詭的案子2018年的時候，我們發起這個以核養綠公投嘛那當時這個全台的民調大概都已經有60%的支持度了可是呢，我們當然就會思考說，因為過去很多這些反核團體都會找在地的居民出來反對所以我們在想會不會是全台的平均60%？可是呢，核電站附近的是比較反對的，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但因為民調是抽樣，是統計抽樣嘛結果呢，2018年這個全民投票它等於是一個普查我們意外的發現，在核1、核2、核3廠的居民附近的居民一樣是60%的支持。也就是說，過去你在電視上看到那一些所謂在地居民被反核團體帶出來抗議反對的，其實在地只是少數，而且他們也是被煽動、被操縱。所以我們覺得在2018年的那一次，我們做到了一個全民普查，證明了其實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反而是支持的。這個反核作為一個這個政治操弄議題你可以去看一個人很特別，梅克爾，大陸叫默克爾，他很特殊，他非常反核，但他其實是科學家出身，而且他還是來自於東德的科學家，邏輯上他是不反核，其實他以前從來不反核，他什麼時候反核？福島這個發生事情之後，那為什麼他反核呢？因為他很明顯的，他想要把核能作為一個政治議題來操作，來鞏固自己的支持度，因為其實梅克爾到後期他的支持度是有所下滑的。所以面對這個歐洲越來越日益猖狂的綠黨，或者叫環保流氓，他必須要有對沖的手段。那與其被你主導，不如我來主導。否則以他這個聯盟黨CDU，這個他理論上他是偏中間偏右嘛，他對核電是保持開放態度。所以甚至到最極端什麼，就這個核電廠才剛提沒多久，就把那個冷卻台給炸了嘛。好，就是做到這種程度。但是他相當於是主動出擊。那這個他跟民進黨操作方法剛好倒過來，民進黨是為了奪權去反核，反而來衝擊
相對中間偏右的國民黨對核電的一個態度。它是我長期執政，我為了要鞏固領導，我為了要打擊或者是我要抓這些所謂的這個綠黨或者是極端反核分子，我來反核，我帶頭反核。所以他當時所打的算盤其實是那我還是有廉價的這個俄羅斯的能源，然後我可以從法國的電網拿取大量的這個廉價的核電，我還是可以平衡。結果你看，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美國人一算，美國人一算，烏克蘭戰爭爆發就慘。所以綠色政治，我覺得是近年來或者你說 DEI 政治，它這個猖獗了以後，它在如何去影響？我覺得這其實本身就是2種政策的那種叫做導向。你的所有的政策的目標是什麼？你的環保的目標是人還是環保？这以前那个大陸這邊有一個那個院士丁仲禮院士，他之前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非常的經典。他說其實很多人現在在打着保護地球的名義在做環保，但是你要知道地球是自然，如果說以人類為標準，地球的環境比今天糟的時候是多太多了，就是這個你不用去想怎麼樣拯救地球，溫度過高地球照樣存在，所以你其實無法去拯救地球。你的目標是什麼？環保的目標是什麼？環保的目標是拯救人類。但是現在的很多環保政策變成了什麼？變成了折騰人，他的目標反而是把人給消滅掉。就如果說一個人他的行為不環保，比如說現在這次很經典嘛，這個歐洲的關於吹不吹空調這件事情，你按理說你環保的目標是什麼？就是你法國德國的老百姓，你同時可以在夏天享受比較舒適的生活，同時我們通過什麼樣的綠色產業鏈和供應鏈能夠實現我們整體的一個減排目標，這個是你環保政策的一個整體的邏輯。但它現在變成了什麼？我為了環保而環保，誰吹空調誰就是不環保，誰就變成了公敵啊！老天爺，我說如果一個人啊，他今天是個納粹，你說他是個人類公敵，我還能夠理解。今天一個人我吹個空調錯了嗎？因為吹空調他要被槍斃，就我說從靈魂上面槍斃啊，不是真的槍斃，不是物理槍斃，就你從這個意識形態上面你要槍斃他，我覺得這件事情簡直是太魔幻了，太可怕了。但是他最扯的事情是，他的歐盟的高官他照樣吹啊，因為馮德萊恩是吹空調的，對啊。然後呢，那個歐盟的部長是吹空調的，就是他說到8樓以上，就總部大樓嘛，8樓以上是高官嘛。然後我們說歐盟啊，已經率先實現了周禮分封制，天子吹1.5匹，對吧？諸侯吹這個1匹，士大夫吹0.5匹，屁民不許開空調。你開了你就是恐怖分子，對，你是在傷害地球。原來西周的西是西歐的西啊。我就剛才我們說嘛，我說如果你想要實現核電的安全，你其實在技術上面你主動去突破，而不是你主動去轟炸。第4代核電會議，國際上面已經有過第4代核電會議的論壇了。對，就是根據福島，因為福島以前的問題是什麼？福島相當於以前所有的安全設施，就是你一旦出事了，我如果通過安全殼，然後呢，通過裡面的各種設施，我來防止你洩漏。在福島之前的那個其實是一種主動防禦，就是發生事情之後，我人要主動去做些什麼。但萬一來不及介入，那就會產生災難了。第4代叫被動式的，就是你發生了災難，發生了系統失靈，我什麼都不用做啊，根據既有的物理原理，它自動會回復原本的平衡，其實是被動的。之前的那一代，它叫做人為的要主動去干預，然後呢，它第3代叫做我如何通過更多的安全設施，第4代它是直接是我如何能夠從這個材料和物理的角度。我就直接提前防範。我如果記得沒錯，應該目前有6種第4代的發展的路線。大陸現在是有5個正在嘗試，有1個已經商業運營了。其實你是有很多的方法，你去主動去防範的，而不是說你今天把它炒作成一種妖魔鬼怪。假設如果說你今天你認為核電這件事情就是妖魔鬼怪，那好，我們問第4代，甚至未來我們說第5代、第6代。等到絕對安全的時候，你台灣難道完全不用嗎？這不是很荒唐嗎？他們現在已經說了，新式核能不是核能，它是新式核能。哪怕如果能夠通過玩文字遊戲把他這個腦子給變過來，可以，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是，沒有哦，不是這樣的哦，不可以這樣亂說。人家說新式核能是乾淨的核能，就跟煤超臨界、超臨界是乾淨的煤，所以我這是個乾淨的政策。
對，它這個是很順起來的，他們的邏輯是這樣：新式核能，那你反的是舊式核能。還有2025非核家園已經達成了，對，就那一年台灣核電歸零了嘛，所以2026年重啟核電就不算非核家園了。26年是新的一年，所以以後其實不叫做民國多少年，叫做新核元年啊，新核元年。日本有令和，我们有新核，哎，这挺不錯的。而且反核都幹成返回核能。為了讓賴老師呢覺得臉上有光，與有榮焉，可以跟他說以後叫賴核元年。哎，可以啊，賴核。賴核元年，台灣還真的有個名人叫賴核，對，歷史名人叫賴核。但是我講啊，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天聽了那麼多核能政策哦，為什麼要拿台灣做舉例？台灣剛好就是這全世界上核能政策鬧成的最兇。因為我覺得這裡面區別在哪裡？首先，大陸跟台灣都是華人社會，然後呢，台灣其實在核能這件事情上面比大陸是走得早的。然後呢，在一個華人社會裡面，他也論證過，按照我們中國人的這種精神，或者是什麼這個，你說吃苦耐勞也好，你說是這個謙虛謹慎也好，其實你已經論證了，就是台灣的這個核電安全程度也非常高，是，而且管理形式，甚至是當年建設核電的思路，大陸跟台灣是一樣的。但是這一切的改變，後來發生這個分歧，往另外一條路狂奔的原因是什麼？只有政治原因。反核它事實上它的目標是反對執政，但是它有變遷。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我反核是反對執政，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我反核是因為我反對核電沒有把利益分給我，我要的是利益，所以雲豹起來了。那到賴桑執政的時候呢？不一樣了。賴桑跟蔡女皇，它最大的差別在，因為他所有的利益都分配光了嘛。所以賴清德最近最夯的就無人機啊，每天逼着大家神神叨叨，吃飯睡覺無人機，吃飯睡覺無人機，哪怕那無人機在演習的時候都往人的肚子撞上去了，他還是要無人機，是識別錯誤，然後這個反無人機系統每一個通過，他也要無人機，對不對？獨有裡面的廠商。這個其中有一家大股東，3大股東之一，他們家就是跟這個無人機廠家是親家，而且也是教他投資的。所以在台灣哦，比較麻煩的是，所有的政策尤其在民進黨治下，它非常容易變成一種這個撈錢、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政治鬥爭為了撈錢，撈錢為了鞏固政治鬥爭的力量，就是為了撈權，所以它就循環往復，閉環屬。從另外一方面啊，你可以說啊，民進黨統治下的台灣科技或者說這個產業水平既不行，同時呢又非常行。只要他把口號喊出來，把標案發下去，我相信啊，明天如果民進黨提出一個新的口號，叫做台灣人上火星，也能夠發出來一堆標案，拉出來一堆財閥，然後呢每個財閥都能做出來很漂亮的 PPT， 然後呢給你很漂亮的模型。對，錢到位了就沒事。你還真別說，我跟你講有個案子，蔡英文執政末期的時候，他的蔡友友盯上什麼？低軌道通訊衛星，他就把原本台灣的太空研究中心改了一個英文名字，中文都一樣，英文就叫 TASA 啊，對標 NASA。對，你要想，那你 TASA 的功能是什麼？你就要審核低軌衛星的這個空間使用嘛，因為這個是要向國際的做這個申請的，所以它是有卡位的。OK。但是你得先有技術啊，然後你要能發射啊，就有技術你就不能發射也不行，你要有技術又能發射還能運營，這個是關鍵。那大家也知道，低軌通訊衛星只有大國玩得起，因為它的量子它都是千星、百星、千星、萬星嘛。結果呢，沒關係，能不能發射不重要，有沒有技術也不重要，重要是能不能申請。先申請，先占位置，占了位置之後呢，你後面要申請就要跟他申請，那他就先持得點，他先賺錢嘛。馬匪是要繳的，但繳不繳匪不重要，對不對？大家族先把錢繳出來，對不對？事成之後3七分賬，啊，對吧？哈，當然是他心裡3啊，但他3還賞給你的哈，3還得看狀況。剛才蕭哥講的非常精髓哦，所有的政策到了台灣，尤其民進黨，它是一個鬥爭來鞏固政策，它不是一個發展，因為它的那個鏈路太長了。哎，我得先制定一個好政策，然後呢，還得說服一堆老百姓把政策給落實。落實政策之後，你還感到幸福，幸福之後呢，你還要去投票。這鏈路太長了，很簡單，我只要讓你覺得幸福，你就投票。那怎麼幸福呢？幹死對手就最幸福的，所以我反而幹死黃士修幸福了。投票，為了幹死黃士修，我投票啊！對，所以黃士修在台灣有一大堆這個反核的政敵啊，這是他老對手。那是現在各個吃香喝辣盆滿缽滿，反核的可以去當勞動部長，一天工作沒幹過，都在搞社運，都在搞反核，然後還可以當勞動部長，而且只有高中學歷。對。好，這非常荒唐，他從來沒當過勞工，他去幹勞動部長，因為他反核，他吃香喝辣。
好像這種，所以我其實覺得這裡面剛好對照組最明顯的，事實上是中国大陸，然後還有呢，我們可以对照美國，作為我們今天剛好做一個收尾啊。但大陸現在是一個全世界第一個超過10兆度發電量的經濟體，但是它的民生用電只佔了大概15%左右。对，就電這裡面居民用電其實不是最大的。這其實最大的就是工業用電，而且你把那個 GDP 的發展，就是它的曲線跟那個用電的那個發電的那個曲線是可以疊合的。是，這個就代表什麼？這代表說它的政策產業它是對應的走的，但台灣在政策產業是撕裂的走。所以你剛才講的最精髓，我剛才聽得很精髓是。台灣政府，尤其民進黨政府帶頭搞事，各種搞產業，但台灣的產業這些企業還真厲害，在這麼垃圾的環境裡面，他硬是把它幹到世界第一。對，然後這個時候民進黨又會跳出來說：“你看我們的台積電多強，這都是我們民進黨執政的功勞。不，台積電強跟你民進黨屁事，連買疫苗都要叫台積電付錢，他自己不付錢，你屁事啊！你是這樣收割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大的差異，因為大陸之前為了這個電，其實也是絞盡腦汁。而且它還得符合碳中和嘛，所以你看，包含水電站，像最近亞江水電站的這個的起建，然後還包含了這個在把新疆大量的空地還有甘肅做了很多的光熱塔。哎呦，我真是你們其實未來有機會真的是我很想去看轉一下。我之前從那個我都忘了是什麼城市了，但是我往賽里木湖開的時候那一片，我一開始。我以為我到了赛里木湖了，因為波光粼粼的，我開了10多分鐘，而且你要是那個時速100多公里，我開了10分鐘，波光粼粼。我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太陽能板，是啊，在那個酒泉，尤其是敦煌城的附近，它是有一大片的非常大片的。你去过甘肅嘛？对吧？对，但我下次我就要去看，我已經跟他們講，全世界最大的光熱塔嘛，全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區嘛，據說超過600平方公里，這是何等誇張！可是你看台灣這些政客睜着眼睛說瞎話，因為這是數字算出來。我曾經問過世修一個問題啊，我說那如果台灣全部的面積都拿來用光伏發電的話，夠用嗎？他說絕對不夠用，不夠用，完全騙人。我們當年那時候在投核四的時候啊。反核方就說我們可以用太陽光電來取代核電。那我們那時候就算過了，你光是要取代一個機組只是一個機組，你要把台北市的3/5給鏟平，全部都要鋪光電板啊，你就可以取代掉一個機組，太棒了。而且還不穩定，晚上就沒電了，晚上的只有中午有電。你還得蓋儲能，台灣現在儲能拉了一塊因為台灣儲能沒有位置嘛，然後我們的鋰電池也不是最強。所以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最大的差異。那另外，大陸為了要發展這個西電東送，特高壓直流，全世界獨一檔的，而且呢蓋成了非常多條大動脈，在做這樣的一個電力的平衡，西電東送嘛。你看這個，還有像水電很豐富的四川，它就得把大量的水電，然後給帶出來到東部。那為了要搭配這個水電，還蓋了很多這個抽蓄發電站，比如說我水下去了。那我是不是水池下面，我再把水再利用這個多餘的電，再把它打到上面做儲能這個部分嘛，就做了很多這樣的建設。而且我跟你說這事兒啊，由於大陸不是德莫克拉西，所以他都不怎麼宣傳這個東西。真的，因為他不需要用這個東西拉選票。然後呢，這個東西完全是要專家主導，就工程師主導。比如說在台灣，他會先有一個反核家園，他先弄一個大標題，就非常符合自媒體邏輯，先弄一個大標題，讓大家一看就能夠立刻喊出來這個口號。對，在大陸甚至沒有口號。你就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開始感覺知道了，就你家不停電了。我小的時候是有過停電的，我小的時候經常還停電，後來不停電了。我搬到台北的時候，就是我這個工作室重新是21年之後嘛，2年停5次。我住的區是台北市中山區，大家知道中山現在對台灣的意思吧？那你坐在 Founder 的匿名的區，然後結果他停電5次，市中心的市中心，对，所以呢就很不可思議。他每次出事就說，沒有是变压器壞掉了，沒有是變電站壞掉，是松鼠導致沒電，導致是蛇咬到了。就是停電這個，哪怕你像半個月前上海刮大台風，也沒停電，是就不停電。我是感覺停電對我來說是以前小的時候家裡會備蠟燭的，對我們家小時候也是。現在大陸備蠟燭是香薰。現在大陸家裡面備蠟燭都是備香薰，你知道嗎？不是備蠟燭。什麼時候你知道這東西弄好了，什麼時候不停電就什麼時候知道弄好了。然後呢，可能再過個5-6年，跟新聞聯播才開始說我們實現了什麼樣的產業計劃。我說原來如此，它是這個樣子，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專家和那個工程師主導的一個情況。而另外一邊，我說美國，我說以前啊，大陸人啊用這種中國人的思維在想王朝更迭。
現在啊，我們看到美國，我說，所以很多人認為說美國開始衰落了。我最近又去了一趟美國，去完美國之後呢，我就說，可能還不是這麼好說。我覺得美國還是很強。其實美国强在哪裡？我觉得美國現在强在它有很强的低人权优勢。对，以前我觉得美國民主人权。现在我说美国最强的优势是低人权优勢，他真的不怕老百姓死，他不怕人死。我这次去我同学家，我同学就是屬於那種中部。按理說啊，你想想，美國其實是地廣人稀，它這麼大一片土地就3億人，按理說它很多的空地，比如說這個讓那個中國政府去搞建設，對不對？很多地方可以搞基礎設施建設。結果現在美國理論上來講是最缺電的國家，因為它要搞大量的那個數據中心。那人家說美國你數據中心你缺電怎麼辦？一開始我們都在想說，美國肯定缺電啊，你的這個基礎設施能力又不行，你如果大量的蓋這個電網的話，美國最先的一個問題不是能不能蓋出來，或那個有沒有这樣的工程師和技術。最開始問題是史密斯專員，你這投下去的錢不一定蓋得出來啊，史密斯專員都給你拿走了。結果哇，人家直接什麼呢？蓋到居民區就有電了。我說哇，這個東西真的是讓滑天下之大吉，原來還可以這個樣子。而且可以用出錢搶電啊！你看，最近我看了一個消息哦，他說這個在維吉尼亞州有一個郡，它是全美最重要的一個 AI 的數據中心。結果這個數據中心理論上電是最多的嘛，它電是最多沒錯，但是它的居民得停電，因為它居民出不了那麼多錢搶電啊。對，這些大廠錢很多啊。它也不是說給你停電，它不像是說像比如說台灣可能是比如設備問題，對吧？它是直接說給你提電價。你交不交得起？交不起你不要開了。哇，我說牛逼！所以當時我覺得這個中美競爭啊，還不一定是，咱們還不好下結論呢。哇，他真的不怕人死啊！所以你看，我說斬殺線在這個上一輪這個所謂的大陸互聯網中美對戰的時候，不是很夯嗎？那大家討論的很多人還跑來問歷史哥說，你們台灣有沒有斬殺線？那時候世修有被拉着被討論嘛。然後後來我們結論就是因為台灣很暖和，所以斬不了殺，至少不會凍死。但後來呢，想一想，這個美國人為什麼不在乎斬殺線？現在了解了。因為這死就死唄，關我啥事呢？就不是個問題啊！這斬殺線，你看印度有沒有斬殺線？為什麼？因為印度人根本不管你的，反正印度人不怕死。對，你又不婆羅門薩提利，我管你什麼呢？對啊，美國人也不怕死，為什麼？你是窮死的，你開不起電，吹不起空調，或者吹不起暖氣，抱歉，你是窮死。那窮死在美國屬於4個字，叫天經地義。所以這個制度上的差異真的差很多。loser 的死亡不算死亡，我的老天爺太厲害。你看這個美國有些那個連環殺人魔有沒有？他專殺什麼？他專門姦殺流鶯。美國街頭多了一堆流鶯嘛，吸毒的，然後他吸毒吸，他沒錢了，他就去做交易嘛。啊，他死了不會有人管他，有的開屠宰場的，他殺了幾十個人，他沒人理他。但是回過頭來我講這個問題，就是說，其實這充分的反映了一個當代我們在看待新的這個 AI 的時候，世修剛才開場講得非常好，健身晃說的嘛，黃仁勳說的，算力等於電力，電力的建設其實是國力，但國力的展現，它就不單單只是所謂的你國家整體實力有多少，它還包含了你的治理能力、你的制度，還有你在這裡面你的規劃等等各方面。所以它回歸的是人，它不單單的是說，我們這比一下哦，比如說美國有950萬平方公里，有3.3億人，中國大陸有960萬平方公里，有14億人，然後台灣有36000平方公里，大家在互相比較每個經濟體之間的這個能力。不，它不是這樣，它的治理邏輯其實是如何的去改變了今天這個電。那這個電其實會變成未來地緣政治很重要的一個，其實已經是了。那尤其在現在能源很不穩的狀況之下，地緣政治它直接影響到了這個整個全球博弈，所以我覺得這很有意思的，我們可以很多可以討論的。所以我覺得今天聊得很有趣，非常感謝那個世修給我們分享了一下，因為我說實話，我確實是不了解，因為你是一直屬於是局中人，你是一直身在其中，你一直在推動和博弈這個事情。在世修出現之前，反核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對，尤其2011年福島事件之後嘛，那時候是哇，全台浪潮全部都是反核，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極度逆風啊。但我們經過了10年的努力，但我覺得這個精神，對，雖然在政治上我們還是沒有辦法阻止這個災難，但至少在民間的氛圍上，我們花了10年的時間逆轉了。現在誰反核等於誰反制吧？對啊，對吧？那你反制就是青鳥嘛，對吧？現在又多了一個，對不對？這個反核反制的話，那就是反美。
對不對？那反美就是反川，反川就是舔共啊，那你这個邏輯閉環了，腦子亂掉了是吧？好的，所以啊，這個就是堅持了10多年，終於從逆風局啊，慢慢打成了平風局吧。那現在其實我有感想，尤其剛剛聽到王蕭這樣講啊，就是在大陸哦，當然這些基礎建設啊，都是國家力量去做啊，那我們就是為了老百姓做，為了人民做嘛啊。那最後做成了，那当然这些这个利益是全民共享的。所以這邊有個非常關鍵的是，所謂的民主，民主是什麼？在台灣很多人都空談民主哦，好像民主就只是投票而已哦。我向來是反對這種廉價的民主的哦。那大家也不要扣我帽子啊，說世修是台灣人啊，你們講台灣人都講民主都是空的哦，不是，我反而是非常厭惡這種空談民主的。我本身呢也算是科學背景出身的，我其實是一個很實證主義的人哦。我在去年啊，我去上海政法學院啊舉辦那個論壇，我那時候發表了一篇演說啊。那大致上呢，我提出一個概念，就是國家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啊，所謂的民主是真的要以民為主。那我們要顧到老百姓的權益，我們就必須透過一連串實證主義的決策。這個順序啊，絕不可亂。首先要是科學，要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是客觀的決策，我們才能知道說哪些政策、哪些建設是真正有利於民的。第二叫法治，是政府要依法治理，不能夠人治。今天某個直選者上來了，我就說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合法不合規，這樣的不行。我們要根據這個集體社會的這個規則，推動這些相關的政策跟建設。第三才是所謂的民主，而且這個民主是真正的以老百姓、以人民的福祉為目標。所以這個順序是不能亂的。你沒有了科學，沒有了法治，你空談民主，那就只是變成一個投票的遊戲，就變成了民粹，就有非常多的金錢跟政治權力的煽動，最後就是一場災難，對不對？就變民進黨做主。是的，所以我還是非常強調了，我在這幾年其實包括在歷史哥的直播，我們在雙主修的時候那有時候我們討論到這些兩岸之間這個議題那我常常都說我們要求同存異那很多國民黨人都喜歡講存異但我喜歡講求同我說要求台灣跟大陸之同，要求中國跟美國之同，要求東方與西方之同，這才是所謂的世界大同包括這次我們來澳門也是參加這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這個活動世界大同也是孫中山先生追求的理想，所以我其實這幾年對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所以我這幾年就是從事這些公共倡議這些社會議題其實我對政治當然有我自己的一些體會跟感觸然後隨着這幾年因緣際會也參加了很多兩岸之間的交流，我知道大陸是怎麼做的。大陸的政治的制度，大陸的社會的制度，其實有很多跟台灣是共通的，是相同的，所以我們不需要去害怕，我們反而應要更積極的交流，去學習大陸治理的好的地方，那帶回我們台灣，讓我們台灣的治理不要再被這些少數的這些利欲熏心的這些政客所主導，我們是真的要做到這個以民為主科學法治以民為主，這才是實證主義，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好，非常非常感謝世修。然後呢，各位觀眾，如果說你對於呢我們的這一期的節目，你有任何更多的想法，或者你本身就是在電力能源基建行業工作的話，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在評論區留下呢你自己的故事和你自己的見解。另外呢，如果說你有其他的更多的話題想要觀看的話，也可以在評論區留下你自己的提案。OK， 那我們的這期節目就到這裡。祝大家超越極限，變得更強。你有口號嗎？沒有口號。好，祝大家變得更強。我們下次再見，拜拜，拜拜。